今年算是我第1年做 YouTube 吧，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一起看的番也非常多了。对于我自己来说呢，今年看的番也比往常要多得多。除了在频道上面有更新的，不管是季度番还是以前老番，我也有自己私下看一些新番和老番。在年底是打算做一个2024年的总结，去年的话我是做了一个投票的视频。我会把今年所有的我看过的新番进行一个排序吧，但这都是我非常主观的判断，其实就是我的个人喜好，免不了就是在讲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剧透。我本身的话也不是很擅长就是给番剧打分或者排名，尤其是这种粗暴的 ABCD 就更不太行，所以我会重新稍微定义一下我大概心中的分类吧，算是只要是我真的看完了的，我都是心中对它是有一些肯定的地方的。S 档呢，就是算我心中各个方面的神中神吧，就是给我并且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实对于我来说非常推荐就已经是我很高的评价了。大部分满意其实是我对大部分番都是就是这个印象吧，就是在我预期里面算是稳定发挥，或许没有太超出预期的地方，但是他想表达的东西我有接收到，至少在1-2个方面中非常的吸引到我，但是其他的方面可能就不那么尽人意了，几乎弃掉就很直观了，属于就是我也不太能共情不太能理解的番，就如果我能穿越回去告诉曾经的自己，我跟自己说不用看了，我就不打算在每一个组别里面还进行组内排序了，这就太难了对我来说。23年我没有做嘛，所以年底播的我也就放到这个表里了。我就先从就是去年年末延续到今年1月份的番来说吧，就是那第一个福莲对我来说肯定是 S 级别的，并且其实在近几年来说我觉得都是独一档吧，真的很特别，就是在一众新番中出现这样一部慢热的作品，各个方面都是脱颖而出的表现。在我频道里面有很多反应视频，我这里就简短一点说吧。这部作品它展现出来的那种温柔真的是直击灵魂的。今年播出的就是魔法考试篇，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棒，除了文戏就是在动作戏上也是发挥超常，在仅仅几集里面而把很多角色都塑造得非常立体，遇到分别之际真的是对他们所有人都是有着非常浓厚的不舍的。其实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太会喜欢像福莲这样的角色的，我真是没想到就是他并不是我最开始想象中的，或者说先入为主的以为真的是一个很面瘫冷酷或者说不懂人类感情的，恰恰是他就是一些非常他自己都认识不到的他的温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打动我。除了以前的主角团辛威尔他们，还有现在如今的3人小队或者4人，我还真的非常喜欢邓肯，我真的很期待接下来他们下一个篇章会如何展现。整个画面到音乐到镜头语言都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结尾做的也是非常的煽情了，我觉得我每一集都在流泪。漫画我是没看的，但是第2季已经决定制作了，播出的时候我还是会在这个频道里继续做 reaction 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迷宫饭，迷宫饭有一点特殊的是，我看了就是它的动漫之后，我是把它动漫播出这部分前半部分的这个漫画给补了，但是后面我没看，因为我听说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确实我个人觉得是漫画更好一点，虽然它的动画已经是非常超出我的预期了。最开始我真的就以为它是一个美食番吧，就是带一点探险要素的，但其实它的这个原作真的质量好到爆炸，真的是一位非常温柔的作者笔下的人物，而且很多人物性格他们的解读性也很强，还有超级严谨的世界观，迷宫的构造生态真的是让我有 get 到就是设定系番的有逻辑有考究的美感嘛，为了一部又充满人文关怀的这么一部作品，作者感觉真的很会做饭，他做饭细节真的好详细，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们主角团真的是非常非常别具一格，我觉得完全不是那种很笼统，大家都特别可爱，人物也非常的生动，表情很丰富，他又有这种探险又有美食，又有乐子又有感动，同时还能捕捉到非常有大智慧的这种人生百态吧。我真的很喜欢就是迷宫饭他如何去描绘大家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一些情节。动画的话我觉得它的整个 OST 包括它的 OP、ED， 主要我更喜欢 ED 一些吧，真的是非常出彩，真的就是一整个狂听。
接下来应该是1月番了吧，有一个 Buchigiri 是一个原创番，满趴做的，就是意外的很乐呢。他的武打画面做的其实真的还可以，我武打的动作还是挺多样的，并且还挺带劲儿。我对那个男主观感真的很一般，尤其是中间我看的火是越来越大。最开始我是比较喜欢那个男二，就是那个棕头发的。珍宝就是一款小狗狗，它跟男主我是真的磕不动，但是后面有点磕那个绿毛和那应该是叫王魔吧，就是一款男妈妈，女主也挺可爱的。那个异地我真的狂听，每次都做的有一些不同的场景，还是挺用心的。我记得有一集应该是第7集左右吧，有个打擂台的那一场。真的就是全程笑飞，就是整个就是兄弟你好像。虽然整部番的这个剧情稍显老套吧，而且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一直在强行虐那个珍宝，也就是男二，但是还是挺喜欢他整活的剧情的。总体来说的话，每周看1集还是挺欢乐的，尤其是到后面居然还有些虐到我的地方，就是这种兄弟的这个大打出手，最后还是包饺子平稳落地了吧。接下来有个公主大人拷问时间，这个好像是有漫画的，我最开始以为是原创，其实也可以叫公主大人放假或者奖励时间。声优真的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了。这部番本身我就是比较休闲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看嘛，其实还是挺超出我预期的吧。尤其是对于食物，还有就是公主吃完食物之后的一些动画做的还是非常棒的，很多演出都是挺惊艳的，公主也是超级可爱，尤其是她吃到一些美食的之后幻想时间，真的就能感觉到她演出动画还是很有厨力的。最开始我是有点怕他这个拷问的这方法有点重复会腻，但它就是其实是一个魔王世界，但是很现代的一个设定，所以它的拷问也不仅局限于就是吃东西吧，有很多娱乐生活，比如说什么电玩、运动会之类的。然后魔王大人也是非常有反差感，恐怖的姿态，说着很暖心的话。这配角也都非常的可爱，主打一个大家其乐融融吧。每周看1集还是非常治愈的，而且是人类和魔族的双向治愈，真的很暖心。然后里面还有那种小的拷问官，就是软乎乎的。虽然每次公主的招供也都有些公式化，也基本都能料到这个结局和走向，但还是挺逗的。然后就是在这些很多可爱配角的这些互动中，公主类似于也能有个释放自己的机会，不被自己身份所束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吧。真的是多少让我想到了辉夜大小姐呢。然后就是第一部我弃掉的番是年初的这个魔女与野兽，我只能说3集是我的极限，我就看了3集，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想努力去做好吧，但是我觉得挺差的做的。其实第1集说是有吸引到我，也没有很吸引到吧。我觉得他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他故事本身也没什么意思。我记得第2、第3集吧，就开始非常冗长的对话，让我对后面没有什么期待了。画人物画的也很崩，然后整个过场什么的也都很 PPT。紧接着是我第一个差点就是弃掉的我独自升级，我是没有看过那个漫画的，就有一种被前期的宣传诈骗的感觉。虽然我不知道漫画是怎么样的吧，但是它这个动画就节奏问题很严重吧，前面一直在铺垫，我感觉到了7、8集还在铺垫，到了中后还感觉在不断的讲那个设定，就有些地方节奏突然的很快。我记得他第1次升级打怪之后，感觉装逼的太快，有点吃不消了。就让我觉得男主变强的很轻易，他设定就是爽翻吧，但是我好像没爽到，有点像是我独自装逼，我独自整容，他下巴倒是真的越来越尖了。OP 和 ED 倒是还可以吧，我最开始其实也是冲着自卫红之去看的。还有个大问题就是我并没有任何喜欢的角色，男主大部分也都是在自言自语吧，好无聊，好流水账，剧情就是一眼能望到头。配角也是毫无记忆点，毫无共鸣。第1次打那个 S 级怪兽的时候，我真没想到还能打赢，就很离谱。就是因为都是一个人打怪，就是也很无聊，我全程也不是很 care， 只能一个人不断的自己在那儿嘶吼。快到结尾处的时候，和那个骑士有打斗的部分，那个地方还稍微帅了一下，唯一比较帅到我的地方。然后动画就是整个动作戏还是很炫酷的，看着还是挺带感的，但是都已经到最后了。第2季好像也快播出了吧，我应该不会看了，差点忘了还有个不死不幸。
对我来说就是可以不看。后半部分我真的觉得有些集真的很水，它的前情提要总是巨长，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吧。我记得前半部分有个就是打僵尸的，向日葵地里打僵尸还是什么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弃掉了。而且越到后面，它的一些重复的画面越来越离谱，就是可能刚播过一段，它再次又播。剧情整体来说，我觉得挺无聊的，而且我很难共情到他们。燃的地方呢，大部分时候也没有让我燃起来。我是看到那个有 Unrepair 出现的时候，我觉得稍微有些意思吧，就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比较大的世界观或者是故事剧情的大展开的时候，又突然开始男女主去画漫画了还是什么的，跟那个漫画家相关的剧情看的我也很懵，我就莫名其妙开始穿插男主的背景故事了。我觉得就是整体剧情的推动很生硬，感觉就是为了推动而推动似的。男主那个故事还没讲完，又开始讲漫画家的故事。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漫画家好像当时为了救女主吧，然后呢是两个胳膊都断了，然后女主上一秒还马上要落泪的感觉，下一秒就开始笑嘻嘻了。画家刚出场没多久也就死了，我觉得就是根本还没有太共情到，这铺垫也很仓促，所以我也根本就共情不到这些角色的牺牲。有时候感觉这番会强行的突然用一些背景故事的极目回忆，然后去解释一些很奇怪的动机，然后角色都还没有完全的立住呢，就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我也没有什么喜欢的角色，尤其我对于主角都无感，甚至有点烦。我不喜欢他们俩的这个感情线，就是在这种少年战斗番里面真的很怪。反正对于我来说，尤其是他们通过这些肢体这种亲密的接触来作战，我看得很不舒服。我不知道漫画是怎么样吧，但是在动画这20多集，我感觉那女主就像工具人一样推动剧情，加上她真的太多的解说了吧，她并没有让我感觉我是自主自身的去通过他们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这些故事，基本就是很平铺直叙的给到我一些很刻意煽情的地方，我就是看的有点淡淡的。她那个 OP 女王风唱的01还是很好听的，好像她也要出第2季了，好像她漫画也快被腰斩了嘛，反正挺遗憾的，我也应该不会去看她的漫画，第2季也不会看了。然后这个夜晚的水母不会游泳，真的是我在应该是所有弃掉的番里面最让我就是失望的吧，因为它第1集的观感真的很不错，就是没想到只有第1集好，整个就是很电影感的镜头和叙事都让我看得很吸引到我吧，而且它还有一些就是唱歌嘛，我本身就挺喜欢就 OST 比较好听的番。结果到最后真的我觉得我就是收获了一些它制作非常精良的 MV 和歌曲。我不知道这番想表达什么，就相性不合吧。其实到了第2、3集我就已经不是很感兴趣了，因为他们这个组合就是太顺风顺水了。有个大佬做那个 MV， 然后呢他们就直接小视频微整一下，然后美工搞一下，就特别多观看量了。现在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他到底在讲什么了，反正就是很无聊。我最开始气的是因为好像是到第7集还是第8集，反正有个学车的一个片段吧，然后他们去那儿洗澡泡温泉还是什么的镜头吧，我就直接关掉，再也没有打开。而且其实说卖百合的话，我觉得他卖的百合也没有很好磕，就真的是感觉强行在卖，然后那几个角色我也没有很喜欢的，我觉得也挺莫名其妙的。我非常下头的场景之后，我就是觉得这个番到底他想干嘛，我也看不出大家的什么心情的努力，或者说是遇到挫折的这种转变，就一切也都成功的很轻易啊。然后还有个这个周末列车开向哪里嘛，它的 OPED 我倒是非常喜欢，一直在我的歌单里。但是这个番本身我对它的预期就不是很高，因为我能看出来它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或者说很吸引我的展开吧。我还是挺喜欢他们在列车上的那种感觉的，就是车窗外就是一些天马行空想象，甚至还有什么器官的漂浮。他们每到一个目的地就开始变无聊起来。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是比水母是能看下去一些的吧，然后但是里面的角色也没有我很 get 到或者说是共情到的吧，大概是也是看到7、8集左右就弃掉了，个人感觉是有点抽象的。这几个姑娘之间的友情情谊羁绊呢，我觉得就也还好吧，就觉得有些平淡。
它还是很多设定是脑洞挺大，莫名神经，但是其实中间看的还算比较舒适吧。虽然我本身也没有指望它会做的像《飘飘少年》之类的吧，但是它的一些电波能对上，我有其他的一些电波我还是对不上了。但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 OST， 惊喜的收获了很不错的音乐了。它的 OP 和 ED 真的就是一听好像思绪已经在上路，就像有一种遨游天际漫步的感觉吧。还有一部这个到了30岁还是处男似乎会变成魔法师，当然这是 BL 题材了，但是 BL 我也不是都看的，本身它是一个职场的题材嘛，我是没有太多的兴趣的。但是第1集其实就已经很吸引到我了，而且它开头节奏就很快，还是很有看点的，整个感情是甜甜的，不带那种很油腻的，而且他俩直接就是往家里去了，这就是成年人的感情戏嘛，这么刺激。就是对主角2个人有时候突然的这个画风转变真的特可爱，而且就是攻防他的这内心独白真的戏很足，很有意思，就是有点让我想要《间谍过家家》里面尤里的那种，就是 ski。对2位主角人内心描绘特别的细腻，就看这2个老男人看的我就是羞的扭来扭去。他俩有时候有一些反差的心理状态也特别的真实，很可爱。然后呢，每一集短1集又看得我心里又酸涩又甜蜜，然后真正酸楚的地方都看得我心绞痛。节奏倒是蛮好的，就好久我都没有看过这么纯正的恋爱番了。好了，我还有一点 emotional 真的。然后还有一部这个 BL 的是《黄昏失焦》，它主要是讲了3对 CP 吧，也是有漫画的，是作者的他的不同的作品拼到一起了。个人感觉应该算是今年 BL Top 3了，分镜有的是真不错。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第1对 CP 的，而且他们都在电影社，我真的好想参加电影社。所以他们的这个谈情说爱也是跟这种电影的虚实相结合。12集讲3对 CP， 他们的进度都非常快，第1集就已经自我攻略了，第3集就已经上床了。有些在床上的戏份真的是很意识流，很多的这种内心独白真的就像电影里的场景和台词一般。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很 PPT 的插播，我觉得他人物最大的问题是他这个人体有的感觉画的不太好，比例有点奇怪。我也很喜欢就是在他们这种恋爱的日常之外，还有他们就是在电影社团各个 CP 他们分别就是有着不同的努力的目标和对于自己梦想的一些追求，就是每一对他们都有着互相的这种促进成长，一起共同的进步，并且他们还是在电影的这个领域，看的我都有点想也进一个电影社谈一个恋爱了，但是就是打住。我很喜欢他们对于自己的情感，对于他们的梦想和就未来的迷茫，那些很细腻的情感流入，然后袒露给自己最亲近的人。然后还有我们的金吹，我个人还挺喜欢这一季的，光是他重新出现在屏幕上就已经让我非常的感动了。太喜欢黄线九美子了，看了我第3季的 reaction 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每一集都在哭。校园啊，关系啊，分别啊，社团活动啊，真的每一个都是在我的痛点上。小绿跟那个学弟的故事啊，包括就是又看到一些前辈回来这种重聚，我觉得每一集都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动。看到吹奏部他们拿到全国金真的是太让我感动了。我也是没看过他的那个轻小说的，后来我才知道好像就是对于结尾的剧情是有一些改动的。我也确实觉得就九美子她这个遗憾太多了，真的是没有必要每个青春都是充满着遗憾的吧。但是我也没觉得是那么的不能接受吧。而且我觉得而且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很违和，就比如说丽奈她的人物性格，感觉也是她会做出来的事儿吧，并且就是她跟九美子的疏远争吵，其实虽然很痛心，但是也是有迹可循吧。真的是特别能共情到九美子的一些心情，当然还有 Mayo 就是这种很容易被人误会啊。也是很高兴九美子最后她能够就是达成自己的这个理想，然后也当上了一个老师。我觉得她的未来前景是非常光明的。王部长的伟大真是无需多言，他真的是承受了太多。丽奈她也真的是一如既往的保持了她的原则吧。我觉得她的这个结尾，她更加的类似于贯彻了他们这个吹奏部一直以来的这个核心的矛盾吧。我也很为Kumiko感到亏西，但是同时呢，我又觉得她能够这样
经历在这些遗憾之后，还是这样作为如此可靠的一个队长、部长，并且带领着大家，并且还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还在不断的就是通过之前这件事情学到更多的经验处事，并且能够帮助到自己。他跟丽奈最后的这个逐渐的疏远，我觉得也很现实真实的。整体来说我还是挺喜欢第3集的，并且我肯定不会后悔看了它。接下来还有狼与香辛料，这个我本来还录了 reaction， 但是后面没有继续了。我感觉它更适合就是自己没事的时候看看，节奏确实有些慢，就是适合囤着一起看吧。2个主角就是各自来看的话，我觉得都还蛮好的。赫罗尤其是最开头的时候真的挺吸引我的，就是有一种很洒脱的那种处事态度。问题是我对他们俩之间那种暧昧和那种化学反应不是很感冒，不是很感兴趣。当然我也是没看过旧版的吧，赫罗在这一版里面有一些就是小互动，很随性的一些小动作，我觉得都还蛮可爱的。但是一到他就有时候会去撩劳伦斯的时候，我是没那种感觉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轻小说改编的，我总感觉它整个20多集有些平淡流水账式的这种叙事的方式吧。后面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些新角色吧，但是感觉我看的也不是很 care。而且 Lawrence 和赫罗的有一些矛盾的爆发，我个人感觉有些莫名。有一段就是什么劳伦斯带着赫罗去借钱吧还是什么的，就让我觉得劳伦斯他明明都已经行商这么多年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常识吗？如果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类似于禁忌，所以就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是很难融入到他们的这个情感体验中。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俩行骗的一些日常和 Lawrence 他的有一些商人的头脑还是比较有看点的。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更多的还是重心放在 Lawrence 和赫罗的这个相处上，然而这部分我又看的不是很起劲儿，所以呢就整个我都是等它完结了有一段时间了才重新补着一起看的。防风铃、防风少年，我觉得就是正常发挥吧，它本身也是有漫画的，也就是那种小混混不良打斗，但是是正能量版的东京复仇者的感觉吧。整个剧情也是差不多一眼能望到头吧。我觉得做的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尤其他的打斗啊、动作戏的流畅度啊，然后他的音乐都还是挺带感的。就我有点没想到他整个第一季都是在跟一个团的打架上。男主呢就是挺傲娇可爱的萌萌小奶牛，那长毛长得我记得特像巴基，性格呢也是一种带有反差的忠犬吧。虽然他是这种小混混打斗，但是他很多这种传递出来的正能量还是挺温暖的，尤其是那个吴美米啊，真的是太帅太酷了，像个小太阳一样吧，有很可靠的这种身姿背影。插入曲真的还挺好听的，很燃，有一些那种摇滚的元素。稍微有点难以接受的是后面好像是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团他们在那个舞台上面打架的时候去咬那个乌梅米亚那脖子那一段，就是尬的我真的有点起飞了，有点丧尸片的感觉了。我不知道他漫画是怎么画，但是这个动画的表现形式真的是让我就是有点羞耻起来了。就是虽然很多集我其实还是有掉眼泪吧，尤其是那种兄弟分道扬镳的这种桥段，有一些桥段还是非常的就是戳我但老套，所以它里面的 CP 其实我是不太磕到的。了解了他们的背景故事之后还是会有点尬，就看这种番就是不要太较真儿于这些，就是还好的观感还可以。有另外一部表示我回来了欢迎回家，是看到它出来的时候还挺炸裂的，因为就是终于连 ABO 都已经上动漫了，挺超前的。就是这番有点让我想到那之前看过的有个叫学院奶爸的番，小孩又长得巨萌。这番主要就是讲这2个爸爸，一个 A 一个 O， 然后呢就是在他们的社会里他们的这个关系是比较被排斥的嘛，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宝宝，然后主要是讲他们的就是跟宝宝的日常嘛。那个小孩一哭我根本不觉得烦，就是心软到一塌糊涂，看这番每周都脸都要笑烂了。第1集就是幸福美满加治愈，一直到最后。只不过他的这个 AO 关系我是到后面才明白，因为就是普遍来说我们看就是同人那种 AO 的话是比较般配的关系，但是他们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更多是 AABBOO， 就是
同样性别的在一起比较推崇嘛。整个番都没有什么弯弯绕绕或者什么误会之类的，俩爸爸从头至尾都是非常恩爱，如胶似漆，副 CP 也很萌，不知道会不会有接下来的故事吧。这个怪人的沙瓦我也是没看的，就是最开始我是比较想看他，就比如说有些探案的部分嘛，因为他男主不是侦探嘛，最开始也确实玩了一柯南梗嘛。它 OP 感觉像是那种旅行宣传片似的，大概是看了有4集左右吧，就把它给弃掉了。我觉得太无聊了，根本没有看到我想看的推理或者说是推理相关的剧情。然后就看到他那个公主的侍卫吧，就是那个另外一个美少女，她去跟流浪汉一起吃东西，然后呢她去捡垃圾还是什么的，我就已经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番了，就感觉很没劲。异世界失格。就是这个有太宰治的，最开始还有点期待吧，反正我大概也是看了5集左右吧，然后就给弃掉了。就是看到他们有另外一个是从现实世界中拉过来的那角色，然后他旁边好像有个 rapper 的那一段，我就开始觉得很无聊。虽然太宰治在里面还是挺帅的。也确实是冲着他去看的吧，但是真的就是这个异世界太俗套笼统，完全没有什么看点吧。这个调酒师这个好像也是重置嘛，王牌酒保。虽然看的过程中也其实并没有激发我想喝酒的欲望，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它里面一些小故事的。制作方面就是中规中矩吧，还挺喜欢男主他的故事的。而且这些调酒师们的热情真的非常非常的触动我，认真调酒，认真倾听那些客人故事，并跟他们进行交流的时候，真的是散发出无比魅力。然后跟师傅的故事也特别的动人，就是完全将自己奉献给这个事业吧。临终前的时候还去那个酒吧去调酒，我就记得还是说这里是我的归宿。然后还有一些曾经就是他的顾客，老顾客们都争着上来想喝他调的酒，而且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中，他还不断的就没有忘掉去用自己的酒祭奠一些他过去的老顾客的逝去，真的还是非常打动我的。我一般的时候也是吃饭或者通勤的时候小看1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我观感还是挺舒适的那种。这个异世界自杀小队，我确实最开始是冲着他的这个宣传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吧，但是我真的觉得完全不用看。而且我本身也不是 DC 粉吧，就有些也并不是完全能很懂，但是我是看过那个自杀小队的，是看了也没有说是很喜欢吧。我觉得这番就是为了小丑女做的，小丑女在里面还是挺可爱的，经费也基本全在他这里，其他人就时而崩时而好。小丑女有一些抡棍子啊打斗啊，尤其是他跟那个武士刀吧水面上的一段打斗真的太丝滑了，非常的帅气。而且哈利还去反操控那个反派的脑子，我觉得也很小丑女，就很颠，很专业对口。画面的话就时而崩时而流畅，我还挺喜欢那个鲨鱼的，可爱。但整个剧情就是平平无奇，它的整个作战啊什么都太常规了，然后那些其他的队员都不用出现。我觉得有些队员其实可以合体为一个人，就是好像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异地做的还是挺魔性的，有时候我会早上起来听，比较振奋人心。它是一开始就放了5集左右吧，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看完10集并没有很慢，但是中间开始我觉得就开始无聊了。那个公主的故事我觉得也是可有可无，哭泣少女乐队我真的特别喜欢，完全是一大惊喜。而且她女主真的就是天生摇滚圣体，他很神奇，就我其实并没有很喜欢的性格，而且性格如果放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很讨喜的那种吧，但真的就是有被他不断的鼓舞到鼓励到，根本无法控制就受到他这种感染力吧。而且这番里面的歌真的都巨好听，我到现在还在听他的那首 OP， 真的让我垂直入坑。很喜欢吉他手跟他前队员的那条线，他跟他的前队友类似于互相的喊话，真的就是把我感染到了，太感动了。他们整个乐队的故事还是比较基于很现实的乐队的现状吧，所以我觉得看的不会很有割裂感。个人是非常喜欢他们有一次演出，就是他们第一次穿上那个队服吧，算是就是不登校，老是看到那件就是写着骗人的那个衣服，真的一下眼泪就出来了，真的就是太震撼了，就是那种摇滚带给我这种非常原始原生的那种感染力和触动。
而且它的3D 做的表情也很丰富很流畅，很多就是配乐也是那种吉他的 solo 之类的，非常契合一些人物心理的状态。486真的太爽朗了，特别喜欢就是妮娜和桃香他们互相就是袒露出自己最真实的情感，类似于情绪大爆发的时候，在车上的那个场景，就是互相用自己最锋芒毕露的地方去将彼此的心房戳开。我觉得就是整个番都一直在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动，而且他们真的就是自带的那种光芒，根本无法不被他们所吸引到吧。失忆头部真的也是超级大的一个惊喜，看完他的动画已经想去看漫画了，并且漫画做的也太好了，就是整个他们这运动的部分，他们棒球的打击，他们的跑步的动作都巨丝滑巨流畅，还有那个棒球的旋转，异地还是唱那个就是夏日重现的那个乐队唱的，我还挺喜欢他们的。而且那个 M 字刘海也就是小叶流，真的一上来重男味很大，我真没想到这番笑点很密集，我真的有 get 到。失忆后的药龟也真的是非常的抽象，但我觉得这个作品它的切入点真的非常不错，是因为失忆了，所以才会有很多那种不修边幅的有趣的互动。它既是失忆头部，也是每个角色的失忆，就是他们都有跌入到谷底，或者说想要放弃掉棒球的这么一个时刻。是不仅是药龟，还有他们其他这些队员，大家都在重拾着这个对于棒球的热爱，也有苦涩的地方吧，就是那种青春疼痛感真的是做得很好。我个人最喜欢的应该就是那2集回忆嘛，一个是红毛，一个是葵的故事，配乐就是做的特别好，还有那种鸣笛的声音，我很喜欢它很多大的自然的背景，比如说晴空，还有它的大的云朵，加上他们这些少年的身影。记得印象深刻的还有很多就是失忆头部里面做的转场，其实他真的很会剖析人物的心理，最后一集真的还是挺震撼的，多少其实也能猜出药龟他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吧，就感觉像是有2种人格似的。他应该其实更憧憬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洒脱自由的生活，而不是被这种强压捆绑住的生活，但是他更多的是为了小叶流吧。他其实并不是我就开始想就可能出现了事故而失忆，而是他自己想要去忘掉棒球，毕竟他其实有内心柔软的一面吧，但是在赛场上他不断的要去淘汰别人。最后小叶流和那个药龟在小公园里的文戏真的很恐怖，就有一种心理恐怖感。这个仗与剑 Victoria 不得不说还是有点意外的。我是听到好评就是关于他的这个动画制作方面吧，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动画作画也太流畅了吧，就是不仅是在打斗戏上面，就是包括他的一些日常都做的是特别精美的。尤其喜欢这部番里面就是角色的一些作画嘛，其实男主那个蓝毛发小简直就跟别人都不在一图层，打戏看的还是挺爽的，尤其是他几次那个地下城打怪，还有就是魔法比赛的时候，整体剧情呢就是太点了，就是一种哈利波特加物理魔法师马修的感觉，因为男主他就是不会用魔法，但是他应该还是有一些隐藏 buff 的，毕竟他发小也那么厉害吧。男主也是经典的魅魔属性，男女通吃。最搞笑的就是里面有一红毛叫西翁嘛，我记得特清楚，当时我在车上看，全程我一直在憋笑。本来对男主是嗤之以鼻的，结果呢最后是一身败犬味儿，这整体套路还是很少年漫走向的，这确实贡献了很多乐子给我，还是看到了最后的。而且他好像也有第2季，其他的一些角色，尤其是在比赛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套路，他们的这个升级都太快了，并且就是靠男主就是对绿毛说了几句激励的话，直接瞬间增强了。我寻思他这个没遇到男主之前，感觉都是在白努力一样。有个物理魔法师马修给落下了，因为物理魔法师马修第1季、第2季我都是比较就是今年中间的时候看的吧，就本身他第1季出来的时候我根本没看，因为我觉得完全不是我会喜欢的风格吧，本身就是感觉很传统少年漫，并且他还是感觉一眼能望到头的剧情。但是他第2季的时候那个 OP 不是很出圈吗，然后呢我就是去看那 OP，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就去把第1季看了，然后把第2季也补了。他那个 OP1 我真的就是就听了一遍，再也没有再看过。开头那几集就我本身笑点比较低嘛，还是有把我乐到的。自从他开始打那个学长和另外一个宿舍人开始，就变得无聊起来了。我发现马修里面他一旦开始走那种正儿八经少年漫的剧情，
我就觉得没意思了。他们反而就是一些日常的片段还可以，就挺有意思的，就是马修和他一些同学的相处。我记得很炸裂的就是那个马修跟巨大的那个怪物拔河吧，然后就是一群魔法学生都在那个楼上就在那儿看着，然后喊加油，然后没有一个人用魔法帮忙，然后马修还不会魔法，就感觉很想营造那种马修很厉害的那种气氛感，但是我就是完全沉浸不进去，因为都毫无逻辑。就是我觉得你们这还修哪门子魔法，直接都去健身好了。败犬女主太多了，相信我，快去看。也是今年夏天的一个惊喜嘛，因为我是没有看过他的轻小说的，而且我本身就是对于恋爱番也不是很感冒嘛，但是它应该是那种恋爱喜剧，校园青春群像的感觉吧，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去看了，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我真的是后知后觉才发现自己曾经也是败犬。就感觉第一集嘛，就已经是很扑面而来那种青春气息和那种极具电影感的风格、配乐、光影。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 OP 和 ED， 他 OP 里面有一些歌词真的就是狠狠戳中我，类似于什么争强好胜女孩最强，不是他人的附庸，我们是自己的主角。真的很喜欢就是败犬女主他们的这个切入点吧，再加上我本身就不想看男女恋爱，大家在这里面都没谈成。就虽然好像败犬是输了的那一方，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追求自己就是幸福的想法嘛。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个主角，并不是输了的那方就是配角，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故事的闪光点。特别喜欢就是男主和这3位就是主要了解到他们故事的女人，他讲到他们这败犬的故事的时候又是非常细腻，喜剧方面真的拉满，我真的就是爆笑，我真的觉得那个季度就是败犬是最好笑了。男主的性格真的非常好，他的性格就是很让人想有那种倾诉的欲望，处起来特别的舒服舒适，而且他真的是用尽他的力量去帮助这些败犬们，行动力也是超强，比较倾向于男主不要有情感线，我觉得他这个吐槽意还不错，我更喜欢看他们之间的这种情谊嘛。这些青春洋溢的角色真的塑造太好了，最喜欢的应该是 Chika， 他跟社长表白那段真的笑得我好难受，就是我记得我眼泪都已经在就是眼睛里打转了，结果他那个标题突然出现，还没上场就输了，真的就是很搞，然后真的很就是心疼 Chika。结果男主在旁边目击了一切，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好想忘了这一切，继续玩他的烟花。且 Chika 的配音真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他的很多那种哽咽和他断断续续的那种声音气息，而且就是他甚至在被拒绝之后还会去就是鼓励学姐，让学姐继续社团活动嘛，真的是很伟大的性格。其实非常的真性情嘛，只是不是很善于社交，但是他内心非常的丰富敏感，而且他毫不退缩吧，真的是他的勇气深深的感染到我。但其实我就是跟我经历最相像的其实是那个黑皮柠檬嘛，故事我真的就是让我想起太多以前的事儿了，确实真的太喜欢这部番了，就尤其是以前就是我肯定会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败犬，或者说是在感情上面做一个输方，或者自己不想提及的往事，觉得那样的自己是非常的脆弱，是不好的，是负面的。看败犬真的是让我重新就是去思考，或者说是去接纳当时的自己，或者说是我一直以来觉得是有缺陷的那种性格。虽然在一段还没有开始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是一个书房，但是呢，这样子的败犬也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生命力吧。而且他那异地是那种胶片机拍摄的感觉，真的还挺新奇的。我觉得整个制作组真的是很有处理。然后是这个小市民系列，因为我也是看了冰果嘛以前，然后呢看到他作者出的这一部有着那种风格的，就是那种日常的推理吧。当时我看的时候，类似于看了前3集就不太看得下去了。第1、第2集给我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但是有把我吸引住。但是第3集我当时好像看了好几次都就是没有继续看完。但是非常非常惊喜的就是我是等它完结了之后又重新把后面几集一起看的，后面根本就是停不下来。它的这个分镜做的特别有电影感，远景还有那种固定镜头是比较多的，用到了很多那种交叉蒙太奇，电影的画幅，配乐也是做减
法吧，更多的是那种日常生活中的白噪音，就看的还是挺舒适的，是挺喜欢这种有点意识流的剧，也有一些慢热吧，但是它这个情感流动起来就开始变好。我记得是倒数第2集，好像就是他们整集其实就是他们俩男女主的这个对话对了整一集，但我完全没有觉得就是节奏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看不下去。就好像是中间男主开始就是偷吃蛋糕那一集开始，我就很有兴趣了。他的这个剧情展开是那种温柔徐徐展开，而女主真的很会撒娇，就是那种意外的有种小动物的呆萌感了。我觉得尤其是看到后面他们的那个案件，我觉得就也能多少能理解男女主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吧。就最开始看的时候不知道他俩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小市民嘛，然后呢就说一些感觉有点无厘头的话，但是看到后面就一切都是豁然开朗，而且就越来越感兴趣他们俩这个狼狐狸之间的这种交锋，还有接下来他们的这个故事走向吧，毕竟他们现在不是有点分手的感觉吗？然后这个鹿乃子虎视眈眈，OP 很喜欢。抽象呢是真抽象，但是搞笑我觉得不是很好笑。我感觉很多是节奏上的问题，就是他的吐槽的部分。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作为那种日常轻百合看的话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没有及我的预期吧，毕竟他的这个 OP 还有他当时的 PV 呈现出来还是更加的炸裂一点。其实感觉又是一部就是旅游宣传片儿。就而且说实话，就是有些集真的有点无聊，除了一些比较抽象的画面，就他们有一些日常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很深刻的印象。到后面我就是通勤的时候有时候小看一下但是反而到了中后部分好像有一次他们开了个运动会吧还是什么，其实我慢慢习惯了就是他们的这个风格，也放低了对他的期待，其实变好很多，最后也就是平稳落地，还算满意吧。那 OP 我从来都没有跳过，但我到现在都还不会他那个什么手势，什么怪兽8号，我是之前看过漫画，类似看到70多话我就放弃了。能看得出来是一个究极大制作的动画，不管是它的大场面还是很多镜头语言，就是它那个很神的 OP， 我觉得就是整个有一种那个科幻大片即视感了。但是人物画的多丑我已经不愿再吐槽，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有 reaction 里面都有，就真的受不了。因为漫画其实它的剧情本身就挺点的，就是非常非常点的那种热血王道，但能看下去一定程度上就是它的画工还不错，而他人物画的也挺帅的，他很多就是镜头真的很有那种超级英雄超英电影即视感，真的该燃的地方真的是很燃，就是配乐我也真的超级喜欢，电子乐和摇滚乐就是听的超级带感，日常部分的节奏也还算比较舒适。然后还有就是鬼灭这一季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除了第1集还有最后一集真的是非常炸裂震撼以外，其他集就是很日常嘛，毕竟是助训练片吧。我觉得如果没有尤其是最后一集的这个加持的话，我可能会放到这个大部分满意的这一档，但是因为最后一集我觉得就是综合一下可能还是放到第3档吧。而且鬼灭本身就是漫画，我早就已经看完了，看到完结了，所以能说是动画上面可能给了我什么样的惊喜嘛。第1集的这个原创风柱和蛇柱的这一次救援还是挺惊喜的，因为我本身最喜欢就是风柱，看到他这次原创的一个帅气的亮相还是非常喜欢的。而且中间也有很喜欢的音柱，他把头发散下来做指导的时候，其他几集就是平平淡淡吧，就是正常发挥，最后一集真的直接起立，配上那个无限城那段音乐，大家不断的坠入，还有善意他的这个觉醒战斗姿态吧，我觉得都非常的帅气。包括就是在大家坠入无限城之前那一段，不管是那个无惨他的那个模特布的渲染，再加上整个房子的那个燃烧那个动态和静态的结合，太炸裂了。还有朱氏小姐她的这个奋不顾身的，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像无惨这样子涌来，就所有情绪都在这一季最后一集达到了一个最高点，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这个电影嘛，我应该也是会等它上线了就是去做 reaction。 然后是我还是非常喜欢的逃跑殿下，我也觉得
就是我本来就特喜欢那种就是在冒险中啊结交一些形形色色的伙伴，然后大家从这种相互的初识，然后可能有些角色的提防，到后来这样打成一片，互相这种信赖的关系，我就是很吃这一套。主要还是我们男主简直太相软了，当然其他的那些小可爱们真的大家都非常的软乎乎，都巨无敌可爱，就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把我牢牢的抓住了。而且他整个番的这种色彩、美术作画和演出都非常的惊喜。OP 和 ED 也不错，尤其是那首 ED 我真的狂听循环，而且我真的超级能 get 他的笑点，就我并没有觉得会很尬之类的，他真的就是有一些抽象，然后呢有一些很演绎的时候，不管是少主还是赖润，他们经常会有一些画风突变的表情，我觉得都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历史番的严肃血腥他并没有避开，也同时融合加入了一些非常现代化的元素吧，比如说赌博、鬼抓人，还有一些非常惊人的类比啊，或者是突然变到一些很现代的采访啊，就整体的风格我觉得很 consistent， 很多那些反派的塑造也都是很瘆人的，真的就是很丑恶的形象，作画真的很惊艳，然后还有一些甚至有点像天气之子的那种电影感，赖仲他在操纵，赖仲他这个神力发挥时那种雨滴的流向，但是它也有一些就比如说3D 作画那种骑马的部分就会有一些违和吧。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惊艳的纸模定格动画，真的就是很顶，还有包括描绘那个足利尊氏的有一串还非常意识流的演出，完全是把它的恐怖拉到另一个段位，节奏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笑中带泪，然后呢一步步看着少主和大家的羁绊越来越深，看着他的成长，还有就是后面还出现了一个Fubuki，又是蓝毛又是如此的温柔智慧，还带着一些反差的可爱，就是我的天，完全就是彻底击中我了。Re0的话，因为这一季它就是只是 Part 1，它好像第2部分得明年吧，2月份吧，所以呢，就是基于这8集的表现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放到3或者是3偏下的这么种位置吧，因为毕竟这8集大部分就是还是铺垫或者说是过渡吧，这基本上主角团都是在一直被虐，还没有到他们反击的时候，非常期待他们接下来就是下半部分的反击，而且就是 Re0它也是这么多年之后再一次重新归来，我还是非常激动的。Re0他一如既往的这种绝望感、压迫感，还是从这8集中就是显露出来吧。到了最后486的这一场演说，包括每一位角色他们的这个决心，真的是有很强的感染到我。这一季的 ED 也是非常久违的味道呢，而且就真的很惊讶，这一次没有用到很多这个死亡回归吧，真的能看得出486更多的这个成长，也让我真的回忆起了好多当时看第2季的感触。包括也就是了解到更多关于莱恩哈鲁特还有就是见鬼他们的故事，真的也是非常的感动，我也是真的越来越喜欢莱恩哈鲁特了。然后是无职的这个第2季下半部分，因为今年我才刚开始看无职，就是从第1季开始看的嘛，就是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挺推荐的。他的这个人物刻画真的是完全另外一个东西，包括他的文戏、音乐，都是各个方面，我觉得都很打动我。就是如果光说下半部分而言的话，也是有非常多很深刻的地方，比如说就是保罗的这个死亡吧，还有就是鲁迪他真正开始一步步建成了他的这个家庭吧。而且还更多了解到诺伦的故事，鲁迪和诺伦他们俩的这个和解吧，算是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部分。就是当然也有一些情绪非常复杂的部分，比如说像鲁迪他跟 Loxy 的这个关系吧，但是我觉得 Loxy 的这个加入，包括就是西鲁菲他的这个态度和处理方式，真的是让我觉得太伟大了。虽然这一季上半部分就是学院篇我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下半部分真的是就是情绪上的一个更高点，尤其是考虑到陆迪他的这一路走来，直到就是到保罗坟前的那一股风，感觉这下他终于要开始他在这个异世界真正的生活了吧，一直受到的挫折和他重新返回到那种创伤里的感受是循环往复的吧，就是他还是挺感慨的。
第3季不是也决定制作了吗？也是非常期待无指的回归吧，包括就是接下来可能看到爱丽丝啊、瑞杰路德他们，真的感觉陆迪是要步入正轨了，马上要成为一个他家里的这个顶梁柱，然后呢继承着他父亲这种意志，保护家人的意志，继续向前进。推子的话，就是其实本身这一篇章的故事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是跟舞台剧相关嘛，就是让我共鸣到很多我曾经的社团生活。这季的水准也还可以，但是也不是集集都很高能，但是就是对很多角色的刻画还是比较深入的，情感也很饱满。但是推子的话，我是看过他的漫画，虽然没有看到最新，就是后面没太看了，但是这一篇章的故事我是都看过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Miles 他这个成长线吧，做的太好了，不管是那一段意识流的演出，还是那段音乐，都让我太眼前一亮了。但是结果就是后面阿卡内、卡纳、阿库他们的这个高光就是不太好超越了，这是有一些遗憾的部分吧。不过阿夸他在舞台上那个黑化做的还是挺惊人，尤其是他回忆到爱，然后还有爱他死去的那一些画面，那些回忆真的是让我绷不住。但是能看到动起来的爱也是很值了。我觉得露比的话，就是他黑化的那些部分有些静态的处理，我觉得就是没有太符合我预期。但是很多后面的画面，我觉得就是跟漫画基本就是一致的，我没有说做到更多动态的处理。最后那一首就是 MV 的制作还是非常非常加分的，我特喜欢，很好的融合了卢比他的那种阴森感。我对于他们的舞台剧啊，就是本身他们的妆造啊，还有就是最开头他们练习时的那种像是染上的那种互相那种角色的颜色一般的那种演出，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大家那种真的非常入戏，然后呢互相促进成就彼此的这种较劲儿和对于演出这种认真态度，真的很触动我，真的很让我回忆到非常多以前自己在话剧社的时光。接下来是这个悲喜余生，这真的是我这个季度非常惊喜的原创番了，就是我有点纠结是放在这儿还是就是第3档，其实也可以放到第3档。就本身我感觉像是一个科普番一般吧，但是它真的就是又有趣又让人放松，但是呢在看的很舒服很惬意的同时，它又非常的深入人心，真的能感觉到悲喜余生它是在用钓鱼来讲生活吧。制作组也是选择了很就是内敛的一种方式表达方式，就让人看完就是很惆怅。也不得不说男主是真的遇到了一群小天使，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粉毛男二，似乎大家都有生活不如意的地方，或者说是拿不太出手的地方，因为这样纯粹的一种乐趣就是聚集到了一起，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苦楚，但是呢就是在此刻能够享受钓鱼的这种时光，能够让大家暂时放下生活中的这些烦恼，而去享受当下的美好吧。而且真的也让我多少体验了一把这种很沉浸式的钓鱼佬的生活，虽然看完之后我还是没有很想钓鱼，而且就是他们对于那些渔具的一些就是讲解，还有钓鱼的一些方式技巧，就这些地方我是稍微有点乏味的，因为我完全没兴趣。但是我很喜欢就是钓鱼类似于是大家一个生活的避难所一般，而且我特别喜欢悲喜余生它很多的插入曲真的非常的恰到好处，就是一动一静，整体是舒缓的，但是它的一些渐强渐弱节奏类型都是非常契合这个人物当下的这种心理活动的，很能调动你心里的一种小情绪。我真的特别喜欢男主和男二这个故事吧，最后也是男主类似于是解开了心结吧，做了一些他曾做不到的事情，也道了谢，然后也回去就是接受了治疗。大家都有需要战胜的地方，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往前走吧。而且我真的特别能共情男主吧，就是尤其是生活中能遇到很多非常想逃避的时候，其实最终都是回归到了钓鱼，就是其实也都是放过了自己吧，算是继续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真的很喜欢看男主和大家这种其乐融融的日常，女主也真的巨可爱，真的就是总是那么充满干劲和热情，就是有被他就感染到。乱马1/2的话有点纠结，它是第3还是第2档，我先把它放到第3档。这个之前我是没有看过它旧版的，我直接看的马拍的重制版，真的是非常的搞笑，尤其是后面的几次他们的比赛，真的就是我爆笑，真的不想 KY， 但我不得不说，就是乱马的男女主真的让我想到了新一和小兰。
就是他们那种就是不是说长相，就是他们的相处的氛围那种感觉特别的新兰。我一般是磕不到什么男女 CP 的在动漫里面，但是新兰算是为数不多的吧。乱马的这俩也真的太甜了，就是那种又青涩又互相斗嘴，但是又爱你在心口难开那种感觉吧。而且它的制作真的非常的精良，就是画风作画还有整体的这种流畅度，他们这种打斗的时候还是比赛的时候都做的就是看的就是很过瘾，很喜欢他们日常的部分吧。而且我好喜欢阿卡内，虽然我更喜欢他长头发的样子吧，但是他跟医生的这个感情线也是挺触动我的，真的还是非常的细腻的，看你很酸涩，然后最后剪掉头发也像是剪掉了过去的自己一样。其他的角色也真的很喜感，就比如说那个后面有一个那个滑冰的那王子，他真的太好笑了，我真每一集看的都是津津有味儿，就觉得都看不够。而且他的 OP 和 ED 都不错，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那个 ED， 我真的会反复的听他那个小曲儿，还有后面一些就是应该是琵琶的加入吧，真的就是让我听得很爽。如果喜欢看这种恋爱喜剧的，我真的很推荐乱麻。然后还有这个前辈是男孩子，真的有点让我意想不到。本身我就是带着有些好奇去打开了这部番吧，我也没看过它，应该是有漫画吧，没想到居然还有男二喜欢男主的这个剧情，那一下不就把我勾住了吗？就虽然男女主他们3个人有一种燃冬即视感，但是男主真的好香啊，就是他打扮成那种女装的样子，就是谁看谁迷糊，我只能说。就男二也特别帅，叫龙二啊。我真的太吃青梅竹马了，没办法。但是就是比较可惜的是，男女主应该是双箭头，我就是应该能预想到他们结尾应该是他俩的线吧。我觉得可能龙二后续会退出了，所以我都不想往后看了。他这好像还有个电影吧，但我觉得只会虐到我，因为我站男主男二。就本身我以为就是那种治愈小清新日常番，没想到是挺治愈的。3个人都有各自让我心疼的地方，而且就是 P9真的是让我很没想到，虽然他很多画风都是那种有些简笔画，但是莫名的又没有很影响观感。那甚至有些人物的五官都已经省去，而且还是有非常多的 PPT 动画，但是我觉得都忍了，我居然溺爱了。就是龙二跟男主表白那一段，我真的就是碎了。他们俩在一起的就是那短暂的时光，我真的是能看出来，男主他其实应该是有点讨好型人格，他一直都是潜意识的把自己的内心想法排除在外，而是先去照顾别人的情绪。而我能感觉出来，他应该还是喜欢女主的，并且他其实并不是说是 gay 吧，他喜欢那种打扮成就是做男娘，但是他本身还是直的。天，就是龙二跟男主分手的那一段，真的看得我就是一直在流泪，我真的受不了这样子的剧情。除了他们3个人之间，他们这番也还是着重刻画了很多亲情吧，就是他们各自跟亲情的一些就是难题和他们如何克服，他们不管是身份的认同还是亲人的后续的这种理解，他们跟自己亲人的这种关系，我觉得都还是非常打动人的。就是这个番真的是挺让我出乎意料，只不过我真的看得挺崩溃的这感情戏。然后是这个魔王2099。就还可以吧，我觉得前2集还感觉挺好看的，后面就中规中矩吧。它其实就是魔王复活到了这个赛博世界吧，就前期节奏还可以。魔王找了一个什么主播的工作吧，瞬间什么100万之类粉丝，我说这什么玩意儿？而且前期还是有些严肃感的，尤其是魔王和勇者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嘛。没想到就是好像第7集左右吧，就已经把反派给灭了。就后面居然还有个什么学院篇章，就是他们都去学校了。我觉得从那儿开始就变得没那么好看了。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白毛女主，虽然最后感觉是变成煮饭婆了。但那个白毛女主真的就是长在我的这个叉 P 上，而且我还挺喜欢她这个魔王的性格的，就莫名其妙，虽然有龙傲天的感觉，但是呢就莫名装逼装的很清爽。然后是这一季度的胆大党，我的话是非常推荐的，就是看过 reaction 应该也知道我非常喜欢。我是之前没有看过漫画，后面也应该不会看的。就是他动画科学猴做的真的太好了，包括还有就是牛尾的这个音乐，能看出来作者对于那种以前的特摄片之类的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不管是 OP、ED 中间的插曲，各个地方的音乐都深得我心，真的就是每次看胆大党，就是他的那个音乐都让我听得巨爽。第1集就非常炸裂，真的就是让我看得挺震撼的。他的脑洞感觉也挺新奇的吧，我特别喜欢就是他们最开始那个跟高速婆婆的大战的时候，
候，第一次用奥康舞曲的那个音乐的时候，Momo他就是用他的能力坐在那个欧克伦身上，然后他们俩在城市间类似于像过山车一般的这种动画，太爽了。然后他们就又是从天而降，然后又是坐那个列车，整个就是这个动作戏非常的流畅，感觉我就是非常的沉浸的坐了一把过山车一样，就他的很多镜头都非常的有那种代入感。Momo 他用的这些能力也都是非常的就千奇百怪，真的太喜欢 Momo 了，又美丽又温柔又智慧，能力又强又这么可爱。但是他不仅走一些搞笑抽象，他还有后面非常动人的一集神回。第7集真的是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了，就整个就完全是电影级别的呈现吧，从音乐到画面作画真的就是美的美轮美奂，但是他的情绪又是处理的如此的细腻，很多就是没有台词的一些画面蒙太奇就已经这样深深的往你的心窝里这样去一点一点的这样深入，然后呢最后看到艾罗和他妈妈的这个拥抱，就是一整个破大房。我看他那个第2季也已经决定制作了吧，应该是明年下半年，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尤其是这个吉吉的加入，他真的是太好笑了，我很喜欢他。然后双人之战我其实有点犹豫要不要把它放进来，毕竟就是它的时间成本工期都跟这些动漫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的，但是因为它确实做的太好了，我就是把它象征性的放到 S 档吧，其实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比性吧，我还用说 Arcane 做的多好吗？它的动画做的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水准了，更别说它的每一段音乐都是如此高水准，能够非常的深入我心，就是都每一首都能放到歌单的那种。虽然第2季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很多煽情的部分吧，而且就是它也多线叙事了一些，所以呢可能有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小的省略之类的，但是做的还是太夸张了，每一集我都就是泪流满面，太多的感动，太多的这个每个角色的他们的成长和历程，他们的分开，他们的和好，他们的离去，就是每一个点都就是完全落在我心上。尤其是第6集真的是把我给干趴下了，真的每一集他的情绪都顶得太满了。他到了第7集就是类似于这种平行宇宙的展开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剧情层面是会开始有点小赶，到了后面呢就是基本全是大战了吧。第1季可能更多的是放在姐妹她们这条线上，但是第2季我非常喜欢 Mel 她的一整个女王般的登场和转变，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她的整个人物弧光。说起大战的话，其实我感觉我特别喜欢第3集的那个大战，加上那首歌，那段真的是看的我鸡皮疙瘩直起，感觉整个人看的都是颤抖的，冲击力太强了。就是我觉得很长时间都不会看到像 Arcane 这么制作高水准的作品了，就是他接下来好像也会有推出英雄联盟他其他相关的故事，比如说诺克萨斯的吧，我还是非常期待的，真的去看看双城之战吧，我觉得他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是粉丝来信，就是海贼王的这个小短片，其实它因为就只有1集20多分钟，我也有想要不要把它放进来，但是因为它真的值得我的一个今年年度的 S 级别的就是喜欢，所以呢我还是把它放上来吧。我也做了 reaction， 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我心中很多对于海贼王的喜欢的这个具象化吧，就是都在这个影片里了，太多的感动了，我必须要在这个排名中有它的一席之地。然后还有就是这一季度它只放了上半部分的 Beastars， 因为我看了它的前12集嘛，它还没有完全播完，但是就这12集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橘子社给我有一种想赶紧做完下班的感觉，一种局促感。很多它的情节感觉就是承接的很生硬，就是感觉像推着在往前动一样。有些情绪它铺垫的并不是很好，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 Beastars 的故事，它的设定可能它也多少有一些改编，为了能够在有限集数里把这些就是角色串起来吧。但是确实角色很繁多，叙事线可能也有些小乱吧。它的很多就是情节会杂糅的很细碎，但是主线倒是比较明确的吧，它可能支线就删掉很多，它的叙事就会显得断断续续的，这确实有一点点影响观感，但是整体来说我还算比较满意吧，毕竟还能看到能动的路易前辈。他的 OP 做的非常非常好，他那首歌我很喜欢深浅小，只不过这下的话漫画我肯定是得要去看了，因为他应该有很多剧情都省略掉了，而且好像改动的也挺大的。马警官真的太帅太有型，
那个梅露也是疯疯的，他还挺期待就是雷格西他家庭更多的故事的，就是比如说他妈妈的故事等等。现在也是正好卡到了雷格西他掉下这个悬崖，感觉接下来将会是他的什么黑化之路吗？感觉他多少要抛弃一些他的天真。当然还有就是他的外公阁下的出现真的太惊艳了，我太喜欢了，就是一边说着和平主义，一边就是家人侠上身，整个这个蜥蜴的呈现非常非常的震撼。我也很喜欢他的那首特殊异地，非常的带感。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路易前辈和狮子组这个重逢吧，真的就是太意难平了。我也很高兴路易能更加的加入到现在的这个主线剧情中吧，还是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下半部分的。然后我应该会去把漫画给看了。最后的话还有一个地球的运动，因为它也才出了12集13集吧，它应该还有后面，所以呢我就是先把它放到一个推荐的位置，因为我是先去看了漫画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完全是我的胃口。动画的话我觉得它的表现有时好时坏吧，牛尾音乐明明就是非常的震撼，但是它有时候配上的画面没那么震撼，再加上它确实时不时有一些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画面特别的暗，在黑夜的时候根本都看不清，但是它又时不时来一些非常晃眼的那种白光，然后进行一些很生硬的转场，这一点我觉得是确实有影响到观感的。我觉得就是漫画带来的那种冲击力更强一些，是真的。而且地洞它的这个 OP 和 ED 真的是完全戳中我了，就是他的那首 OP 我觉得甚至可以多少超越胆大党 OP 在我心里的地位，在这个季度能看出他的 OP 真的是有很用心的在做了，画面配合的也非常的好，我特喜欢拉斐尔在那个火中的那一幕，就我12集根本没有跳过一首 OP， 就是为了看拉斐尔。有时候看他的这个动画有点像听那个有声书一般吧，因为主要本身地洞它就是文戏就是写非常好，不过他动画那些有打斗戏呢又做的有时候是挺流畅的。我个人特别喜欢2个做的地方，一个就是那个教授他死去的时候吧，就是发现自己一生的所有的这个心血可能都是错的，最后倒在了那一片星空下吧。还有一幕就是巴德尼就是最后为奥克吉做的那个祷告吧，真的还是做的很震撼的，我那一幕本身就是非常喜欢。我觉得之后应该就是写一个文字版的漫评或者说是影评，来诉说一下，强烈表白一下我对他的喜爱，让我也来传递一下这个漫画带给我的感动。稍微的再调整了一下，就每一个档里面我就不做细致的排名了，真排不了了，应该大概就是这个样了。因为这个视频其实已经录了挺久的了，我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今年看了一些电影吧，比如说像《蓦然回首》、排球少年、垃圾场对决，还有柯南那个剧场版等等，就不放在这里面评了。不知道大家都对今年的这些新番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喜好呢？就是欢迎也在评论区跟我讨论吧。那我们这期视频到这结束啦，下次再见啦，拜拜。